直接摊开半导体界最高风险的等价交换战场。这不是一份普通的财报，这是创意电子3443最新出炉的2026年第二季法说会核心。我们今天要彻底拆解的是一场关于毛利率与极致规模之间拳拳到肉的残酷拉锯战。先把这两个极端冲突的数字砸在桌上，你想象一下2026年第二季单季营收直接冲破138.9亿台币，季增21%，年增更狂，高达120%，直接创下历史新高，单季 EPS 来到11.6亿元。结果呢？毛利率却遭到严重挤压，狠狠滑落到21.5%。如果从传统产业分析师的角度来看，一定会立刻皱起眉头，是不是出状况了？但如果你问真正的 IC 设计专家，他绝对会拍桌子告诉你，千万别只看短线毛利，因为创意已经正式启动了图灵中心这颗半导体界的贤者之石。这可是专为台积电3奈米、2奈米甚至是 A16 先进细制程量身打造的超级算力引擎哦。所以最矛盾的问题来喽，既然手握高达132.15亿台币的合约负债护城河，又有图灵中心这种顶级武器，为什么账面上换来的却是21.5%的毛利下滑？摊开数据看 ，Turnkey 也就是量产的占比一路狂飙，直接把整体毛利率往下拖累了5.7个百分点。但这其实是阵痛期与大爆发的黄金交叉。要搞懂这场获利拉锯战，我们得先看透创意这几年的体质到底经历了多彻底的转换。那我们就先从创意的事业版图，还有最新的图灵中心看起。要看懂这个局，时间轴得稍微拉回一下。创意从1998年成立以来，身上就流着台积电的血统，他们一直死守一条底线，绝对不跟客户竞争自有产品，就是纯粹的设计服务，从前端设计、封装设计一路包办到后端的量产。你看看现在的数据，他们早就脱胎换骨了。你还在想以前的中国市场或是波动超大的加密货币吗？加密货币占比已经正式归零了啦，营收重心出现了极具侵略性的板块移动，高达68%的营收，也就是将近94.5亿台币，重仓锁定美系市场。终端应用更是夸张，云端应用在2026上半年狂飙到占比80%，单季云端营收突破100亿，完全填补了加密货币退场的缺口。这是一次极度精准而且非常强悍的战略转向。面对这些美系云端巨头海量又复杂的订单，创意直接掏出了他们的秘密武器，也就是被称为半导体界贤者之石的图灵中心。这座专为3奈米、2奈米甚至 A16 先进节点打造的顶级算力中心，已经在第二季试营运。这效率提升有多暴力？我们拿2奈米来说，过去跑一次设计迭代，工程师得熬上6到7天，现在呢，直接对半砍，2到3天搞定，研发效率硬生生拔高了50%到70%。这在抢时间的半导体战场，简直是开了外挂。当然啦，驱动这一台超级引擎绝对是要烧大钱的。第二季的研发费用年增了25%，来到10.46亿元。单看这个费用暴增，一般投资人可能会捏把冷汗。但最神操作在这里，因为营收呈现128%的爆炸性扩张，营业费用占营收的比重反而从去年的17.9%大幅下降到9.4%左右。这就是教科书等级的强大经营杠杆，用营收海啸完美吸收了研发砸下去的重本。接着，我们来拆解他们的核心技术，以及非常关键的中间地带战术。你可能会问，面对 Broadcom 这些几乎垄断市场的美系巨头，创意凭什么去死死咬住这近100亿的营收？答案就是 Meet in the middle ground。中间地带战术，像 Broadcom 这种大厂，习惯从最上游的 RTL 逻辑晶片定义，一路整碗端走，当然毛利也要求极高。但创意的打法超聪明，他们不跟你硬碰硬，能玩转这个战术，靠的是他们满手的炼金符文。透过 DTCO， 也就是设计与制程协同最佳化，他们能在最源头的设计阶段就把效能炸到极限，再加上 CoWoS 跟 SoIC 先进封装的立体整合，还有职工最前沿的 HBM3E、HBM4E以及 UCIe 160 GHz 细制材，这套冲装备组合拳，精准切入巨头们不想做，但客户却极度需要的痛点，直接把高阶客户牢牢锁死，谁也抢不走。这个战术最后转换成了让人倒抽一口气的财务数字。截止2026年6月底，创意的合约负债竟然高达132.15亿台币，年增80%，账上还有44.18亿的预付货款，这都是为了 CoWoS 和 HBM 在疯狂备料。这代表什么？这代表美大客户为了抢产能，是直接拿着真金白银在门口排队，这就是极致的锁产能战略。
客户为什么心甘情愿掏着100亿巨款？这就对应到他们在物理世界的护城河了。创意背靠台积电 DTCO 协同最佳化的优势，让他们拿牌的优先顺序绝对是最高的。更关键的是，他们直接砸了3750万美元当保证金，签下了长达2035年的高阶 CoWoS 封装产能保证合约。没错，直接绑到2035年，这是对手想抄也根本抄不走的供应链铁壁。好，视野拉高，我们来看看残酷的台股 ASIC 铁三角厮杀。刚好前2天我们才解析过联发科的转型拐点。你看发哥靠着自研强大的 SerDes， 带着台积电 2nm 跟 Intel 双路封装战略，甚至能做全机柜设计去抢 Google TPU 专案。光是26年第4季的首款 AI ASIC 就能贡献20亿美元。另外一边呢，世芯 KY 就像是特种部队，极度擅长大于1000瓦的巨型 AI 晶片实体设计，爆发力极强。相比这2大怪物，作为台积电亲儿子的创意专案组合反而是最均衡的。但劣势也很明显，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高量产期的 turnkey 业务，无可避免地稀释了整体的毛利率。不过，经营层对这个劣势的态度非常霸气。他们说，我们赢的整场比赛是靠 jab， 靠斥权得分。我们的 turnkey 就像海浪，一个叠一个，数量够多就变成海啸了。创意的战略从来不是一拳把对手 KO， 而是靠着强悍的物理实现能力，用海量的专案堆叠出别人根本挡不住的营收海啸。听完创意怎么用海量资源打造这颗半导体界的贤者之石，启动图灵中心在铁三角的杀伐中狂飙效率。接下来我们要看看这颗石头能不能在车用与前瞻封装领域练出下一波黄金。所以不管你有没有赚到这波行情，请先帮我订阅按赞，这样你才不会错过每一次搞懂复杂产业链的深度解析。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第2条成长曲线，车用与机器人。加密货币退场之后，创意的下一张王牌在哪儿？2026年下半年，车用电子将会完美填补趋近于零的加密货币缺口。更猛的在后面，创意已经拿下了北美大客户下一代 AI 晶片，也就是 AI6 专案。这颗晶片将直接延伸到机器人领域，时程表已经排死，在功耗与效能超越对手之后，2026年确定 K-BAO 下片，2027年正式放量，这绝对是未来5年的核心动能。对手眼红想抢很难，因为切换成本的护城河深不见底，你要无缝对接 ISO 26262车规级的功能安全架构，还要面对图灵中心带来的效力碾压，再加上量产版先进封装的 3D 细验证过不了，一切免谈。客户如果现在敢换供应商，那个技术风险跟时间成本根本没有人承担得起。第5部分，我们来拷问一下前瞻封装的蓝图，还有猜测发布策略的重大转变。业界传说中的黑豹案，这是一个把3nm制程跟 3D IC 还有 CoWoS 深度整合的终极专案，而且创意在 3.5D 的测试载具也已经获得 CE 域验证。CPO 共同封装光学预计在2027年就会产生显著的业绩贡献，这一切都在图灵中心的算力干锅里疯狂推进中。不过，伴随技术大步推进，IR 投资人关系的策略却转向了。创意决定不再给出精确的单季营收百分比指引。为什么？因为过往那种双位数成长的范围太宽，容易引发市场误解，常常得发重讯澄清，压力太大了。现在他们效法台积电，改采区间指引。说白了，经营层就是在强迫市场把眼光从短期的毛利波动移开，去看看那1320亿的合约负债，去秒定真正的中长期较值趋势。最后，我们进入财务干锅，客观检视地缘政治风险与最终展望。拨开华丽的技术名词，我们得冷静看场地缘政治的逆风。美中科技战越打越烈，美国出口管制死死盯着高阶算力，但创意早就筑起了台积电等级的 KYC 防火墙。我们客观评估，就算在脱钩趋势下，中国业务完全归零这种最极端的情境发生，对短期营收的冲击极限也只落在10%到15%。他们灵活的研发产能随时可以无缝转移到欧美日客户手上。现在的中国业务对创意来说只是获利补丁，绝对不是一击毙命的生存死穴。但创意真正的隐忧其实在内部。我们看营收结构，晶圆产品也就是 turnkey 业务占比狂飙到 83%， 金额冲破115亿。虽然3nm以下节点贡献了过半营收，但这种毛利偏低的量产案大量涌入，正严重威胁公司 19% 毛利率的战略底线。这是一场坚决不做低阶代工的技术骄傲与承接海量低毛利订单之间的极致拉锯。面对毛利稀释，
技术端的反击逻辑很纯粹，这就是等价交换。现在用短期的毛利去换取庞大的规模跟客户粘着度，是为了确保2027年，当北美下一代3奈米 CPU 专案全面量产，营收贡献逼近50% 的时候，创意的地位无人能撼动。到时候配合2奈米跟 CPU 落地，图灵中心的效益就会全面大爆发。总结来说，创意已经从2025年的盘整期狠狠踩下油门，跨入2026的量产收割期。下半年黑豹案能不能顺利推爆下片，将是关键风向球。最后留给各位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创意手中这颗握有132亿合约负债的贤者之石，究竟能不能在接踵而来的 Turnkey 营收海啸中，死守住21.5% 的毛利防线，最终称霸2027年的 ACK 战场？这场半导体的终极炼金术，我们持续看下去。